差点就难产的一集 vlog， 跟大家分享你们真正喜欢去的一些地方。一定要小心，手机就是这样丢的。嗨，欢迎来到新一周的 vlog。这个是差点就难产的一集 vlog， 所以你们差点这周末就看不到我们了。因为我们最近真的很忙，没有怎么出去，而且我最近有点感冒，所以我就是在家躺。但是今天为了你们还是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，我们强迫自己出来逛街了。好在今天天气很好，好了，也没有很强迫，我们还是很爱逛。我们现在在去 Portrait 的路上，我朋友说我们总是去一样的餐厅，他们都已经能猜到了。而且他们还没有来米兰，然后他们都说他们对米兰现在已经很熟悉了。对，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期，因为我们想说很多人来米兰，然后去我们推荐的店啊、餐厅什么，我们很开心。今天呢，就想系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说如果来米兰2天1夜，比如说如果大家过年有来米兰的行程，可以参考一下。我们现在坐下来在等咖啡，这个位置的 view 真的非常好。然后想说我们今天就可以按区域给大家推荐一下好逛的地方啊，然后一些咖啡厅跟餐厅。我感觉我们朋友来米兰都不会留太长时间，大概就是2天1夜这种。我还有一个朋友，他说他来米兰只是为了要跟我见个面，原本根本没有要排来米兰的行程。但我觉得如果你喜欢逛街啊，喜欢时尚家居，还是蛮适合来一趟，因为这些真的只有米兰有。就像是买手店也是米兰的，买手店会让我觉得更特别一点。我觉得即使是巴黎品牌很多很好买，很不可替代，但是米兰的这些选品店我觉得也是非常特别的存在。对，就整个店的装潢还有氛围我觉得都还蛮值得推荐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区是在市中心，就是离教堂不远的精品街，叫做 Monte Napoleone。这条街上面就有很多精品店，所以就几乎所有的品牌都可以找到，应该也是大家来米兰一定会逛的街。如果大家爱逛街就直接冲这里附近，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 Portrait 的院子就在 Monte Napoleone 的旁边，大家就可以来这边喝喝咖啡啊，休息一下。这旁边就是我们超级喜欢的买手店安东尼亚。这附近其实有很多咖啡厅，比较有名的有 Marchesi 它是 Prada 的，它在精品街有一家，然后在拱廊那边有一家。大家要去 Marchesi 的话，我更推荐大家去拱廊的那一家，因为拱廊那一家它是在2楼，然后你就可以从那个窗户里面看到拱廊的那些商店。Cova 巴黎也有，当时我们夏天去巴黎的时候还去了 Cova， 因为找不到咖啡厅。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去酒店里面吃饭，这附近有很多，比如说像是现在我们在的 Portrait， 然后四季、宝格丽、文化东东方，还有巴拉丘巴里吉都非常非常的漂亮。最近的话应该还是四季跟 Portrait， 就这2个我觉得都是有很漂亮的院子。这附近吃饭也非常方便，如果你来米兰第1天想吃一些意大利菜，这附近比如说像 Paper Moon、Baccaro。Portrait 这院子里面还有 Beef Bar， 往教堂那个方向还有一家 Langosteria， 就是我们之前有推荐过一家海鲜餐厅，教堂这边有开一家小间的。这个区域活动的话就也还蛮推荐去，就逛街、吃饭、喝咖啡非常完美，还有拍照。然后我觉得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第1天其实这附近离布雷拉也不远，布雷拉是米兰的一个艺术街区，对，那个我也很推荐，那边有很多像家具店啊、香水店，还有一些很有意大利风格的店，反正就可以去探索那一区。如果你对古典艺术感兴趣的话，就可以去看一下布雷拉美术馆，可以去美术馆里面看画，然后也可以在它的咖啡厅喝咖啡。那院子还蛮漂亮，我觉得如果大家来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们这周也打算去，因为现在他在办阿玛尼先生的展，就是阿玛尼50周年，他还会陈列一些他的衣服设计。布雷拉那边还有一些中古的家具店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说到家具的话，市中心这一区还有一条街叫做 Via Turini， 上集有带大家去过那个家具街，我觉得如果大家对家具有兴趣，真的还蛮推荐去的。那一整条街基本上都是卖家具的，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品牌，很有名的品牌，像 Gassina、B&B、Edra， 而且因为它是总部 showroom 嘛，非常的大，如果你正好在装修的话，我觉得也是很有帮助的。Poltrona Flow 它不在那条街上面，但它的店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。它离这儿也不远，它在那条街叫 Via Manzoni，Via Manzoni 有挺多家具品牌，像 Poltrona Flow、Mondini、还有 Frede 的店。如果是喜欢看家具的话，基本上也都是集中在这一个区域。因为米兰真的很小，就根据大家的兴趣去逛，其实我觉得是真的逛不完，就是2天1夜这样说下来都不太够。对，光是市中心这一区就有很多东西可以看。比较喜欢街头或比较潮流一点，推荐大家去看 One Block Down、Slam Jam。像安东尼亚的男装也有一些偏潮流的选品。布雷拉的话也有 Stussy 跟 Supreme。如果大家已经走到布雷拉那边，然后脚有点
酸，想要喝杯酒的话，我还蛮推荐去一个酒吧，我会放在这边，这是我的隐藏景点。之前我们其实也拍过很多次了，对，每次只要有朋友来，老观众应该知道，每次只要有朋友来就会带他们去，碰运气啦，因为不一定每次去院子里面都有位置。第一天呢，在市中心这一区就差不多了，那第二天你会推荐去哪里？我觉得运河那边吧，还蛮有米兰特色的。白天就去吗？分人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白天去，因为我其实只是想看一下那边的氛围啊，逛一下安东尼奥里。对。就是运河那边有一家非常有名的买手店，基本上也是我们会去运河的唯一的理由，大家应该也不陌生。这是我们在米兰最喜欢的买手店之一，它的风格更有个性吧。然后，但它主流的品牌也都有，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一家店。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应该要去看一下。运河那边还有非常多的餐厅 Langosteria 的算是总店吧，也在那边。然后还有寿尼啊，寿尼就是安东尼奥里老板开的，听说也是非常不错。他的酒吧跟餐厅都很好。我同事有给我推荐，他说他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去了，觉得特别好吃。除了运河这一区，第二天还可以去的就是咖喱巴迪。我们前段时间刚带大家去逛了那家买手店 Dieci Gorsogo 嘛，那旁边有那个你爸爸最喜欢的超市。对，那边有一个超市叫意大利，它其实是连锁的，应该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，就纽约、巴黎都有。喜欢意大利的食品，可以去里面晃一晃啊，看一下。对，可以买一点，比如说像橄榄油啊、松露油、盐、红酒、醋，对这些比较意大利的食物，就是它都是品质非常好的品牌。对，然后里面有蛮多红酒的，如果大家对红酒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一区从咖喱巴迪走到 Moscova， 再走到布雷拉了，其实也没有很远。我觉得晚餐我也很推荐可以去，比如说 Moscova 附近或者是布雷拉附近吃晚餐，那边餐厅超级多。如果大家来意大利，应该一定会吃冰淇淋吧，所以我们也会把我们喜欢的2-3家冰淇淋店放出来，经过的话就可以去吃一下。如果大家喜欢看一些建筑啊，或者豪宅的话，豪宅。我们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米兰的第一个带泳池的豪宅，叫 Via Neki Campiglio。我们很久以前的 vlog 也有去拍过，或者是我们前段时间刚去的那个新艺术风格的建筑，那个也很漂亮。但我们上次有拍到它门口，它其实有些时段是可以进去的。意大利的建筑也都是挺有特色的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探索一下。如果大家对一些品牌的文化或者品牌办的展览有兴趣的话，其实有几个，比如说像 Prada Foundation 和 Armani。Armani CEO 其实是 Armani 总部旁边的一个博物馆，里面就会有放很多 Armani 以前的衣服啊，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。Prada Foundation 的话，就是会办一些现代艺术的那种展览，跟 Prada 本身的衣服什么的没有太多的关系。然后它那边还有一个蛮漂亮的咖啡厅，是韦斯安德森设计的，叫 Bartolucci。那我们就把推荐的一些店和餐厅都列下来，这样方便大家截图。今天就是突然坐在这聊，好像在录 podcast 一样，就是一人一个话筒。我们今天想说跟大家分享这些，也是想说从半个本地人的视角吧，跟大家分享一些就不会踩雷，我们真正喜欢去的一些地方呀、餐厅什么的，希望能帮大家体验到更 local 一点的米兰。而且你刚刚说到 podcast，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剧，就是我们最近在看的。对，我们最近在看 Nobody Wants This， 超级好看，就是很轻松的一个那种现代爱情喜剧，就比如说下饭呀或者睡前看，就特别的没有压力。如果大家看完我们的 vlog， 然后还没有等到新影片更新的话，就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剧。刚才Chanel店一直在排队 ，Henry 不是想看那个 Chanel 那双玛丽珍鞋到底有没有它的 size 吗？所以我们准备去拱廊的那家 Chanel 的鞋店。从小有一个芭蕾梦，不是芭蕾舞鞋，是玛丽珍鞋。我觉得应该没有你的 size。我也觉得应该没有，所以我才敢这么勇敢的说我要去看。米兰市中心这一区还是蛮美的。从 Monde 往拱廊走的这一条路上，也有很多那种小的餐吧。我们很爱的一家叫 Ravizza， 我很喜欢它那个 Baguette alla Norma， 就是一种通心粉，虾跟三文鱼的三明治，那个很好吃。所以如果大家逛累了想吃一个简餐，可以来这家 Ravizza。然后它旁边就是文艺复兴百货。我们平时其实还蛮少来拱廊，但每次来都觉得好美哦。真的很漂亮，走啊，去看你的玛丽珍鞋。但大家来这边也要注意安全。真的，大家来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这人很多。Henry 被告知没有他的尺码，最大只有42。也许有我的尺码。对，让我们来试一下。好好看啊！但是有点小。太小了吗？很可爱。很可爱。Henry 好憨哦，超美。不要害我手机被你拿走。你要继续。
定要小心，手机就是这样丢的。教堂虽然很游客，但是每次来都觉得很美。这个也是我觉得意大利很可惜的点，就是这么美，治安却这么差。就是说明没有什么是完美的。你是哲学系的。快速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 look， 今天穿了isabel marant这件大衣，里面是 Toe Time 的裙子，爱马仕的靴子，还有 Kelly， 就是这样。Jacques Marmach 的眼镜，此地不宜久留。Tora 刚在 rap 吗？顺便介绍一下我的 outfit， 用慢一点的版本。我戴 Loro Piana 的帽子，蓝妹的这一件针织外套，然后安丹的牛仔裤跟爱马仕的 Gomio， 还有这个挂表，蓝妹的包包，Jacques Marmach 的眼镜，这就是我今天的 outfit。梦店门口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古珠宝店，就是北木寺。这边竟然有着拍摄，有两个时髦的奶奶。刚刚发生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准备开始录影片的时候，然后我发现我今天忘记带大奖。我现在用手机，但我不知道手机收音怎么样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 look， 我今天穿的是在日本买的这一件爱马仕的皮衣，这件麂皮的大衣我觉得超级好看，棕色的颜色真的很适合秋冬。今天配的呢也是在日本买的这个帆布平皮的 Birkin， 它们俩颜色还可以正好配上。里面穿的都是 Kate 这件羊绒毛衣，我很喜欢，我觉得这种薄羊绒很适合套在这种风衣外套里面。然后裤子呢是上一期跟大家购物分享过的这个 Winslow 牛仔裤，配的是 Kate 这个铆钉的腰带，这个腰带真是男女老少皆宜。今天 Henry 本来想系这个腰带，然后后来说不行，我这个 look 需要，我们俩就是在争夺这个腰带。我今天终于穿上了在东京买那件克星棉服，然后里面呢搭的是 All Legacy 的这一件衬衫，因为我觉得棉服跟衬衫叠搭还蛮好看，有一点层次。里面就是一件简单的背心，东京买的这个挂表、手链腰带，isabel marant的这条宽版牛仔裤跟超爱的这双 CCP， 还有 Toe Time 的这个麂皮大包。我们现在准备去安东尼亚看一下。这有一个洞。它是有一些层次的。这件主要是它有一个这个设计。超像那个怪兽电力公司。这双有点好看，这 V6。这个羊绒开衫超好看，这扣子超美的。扣子像玉一样。爱上了。好看，好看，超级舒服，而且很时髦。刚才我们俩去安东尼亚 ，Henry 试到了一件超级惊艳的羊绒毛衣，真的。那个牌子叫 God's True Cashmere， 是 Brad Pitt 投资的。我觉得那件开襟衫让我最惊艳的，除了它非常舒服之外，还有它的扣子的那个细节，我非常喜欢，像玉一样的扣子，版型是那种很时髦的。刚才我们去逛安东尼亚，然后一进去 ，SA 就说你的眼镜好好看。然后就说你品味真好。Antonia 也有很多 Jacques Marmach 的眼镜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看一下。而且它里面也有一些克罗西的眼镜，Jacques Marmach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但我希望它不要太火，因为我怕它太火之后，它就变克罗西一样变超贵，然后也买不到。对，算了，那我把这段剪掉好了，不要让大家知道。我们俩今天来布雷拉美术馆了，这里真的很美。这是一个图书馆，然后他们现在在这边展出8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一些衣服，就是可以又看画又看衣服。然后现在第一个展间里面全部都是饰品，这里面的湿壁画超美，现在有一些小朋友在这边上课。上艺术课的氛围也太好了吧！
这个展厅背景是布雷拉美术馆的那些画。对，我觉得这很像一个秀场，我觉得吗？就是他把衣服跟画融合的特别好，衣服变成了艺术品。我很喜欢这一套很好看，我喜欢这套灰色的。左边这个，对，这个围巾，而且它这个超薄的，这个 look 好时髦。而且你看，他把衣服和这个雕塑和后面的画，真的这个陈列真的很绝。西装的这个衬衫我也蛮喜欢，灯芯绒，我觉得这件大衣还蛮好看的，感觉有点像睡袍，跟画里面的那个很像。就是以前我在意大利有上艺术史的课，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每周五带我们出去，就比如说可以去博物馆、教堂，甚至有时候围着一个喷泉就可以讲很久，因为比如说喷泉上有很多那种雕塑，然后每个雕塑都有故事，很多都是圣经里的故事。然后像我对圣经故事就不是很了解嘛，了解一下觉得挺有意思，但我现在已经忘光了，因为上次去佛罗伦萨的时候，我就跟 Henry 说，你知道这个外面这些雕塑都是谁吗？Henry 说不知道，我说我也不知道。我以为他来给我上课，结果他来给我搞笑了。忘记了，我只记得苦行派的那个 San Francesco， 他的腰上会系一个绳子，然后基本上你在画上看见他就知道他是 San Francesco。其他人有各自的特色，但是我有点忘记了。这个展览真挺多人的，今天是工作日，但是布雷拉美术馆还是超级多人。94年、98年的衣服。这套裤装也挺酷的。这间房有很多90年代的西服套装，我想到当时 Julia Roberts 她穿了一套那个 Armani 的西服，让大家很震撼，就是女生的 power suit。这边你看90年的这个西服套装，我觉得他这个首饰好特别哦，很像一串葡萄。我也觉得，我刚刚就觉得这挂一串这个在西服外面好好看，有很多这种长项链。我觉得阿玛尼把展办在美术馆里真的是很绝妙。听说阿玛尼本人也有参与这个策展。90年代的颜色都还蛮好看的。我觉得90几年这些 bling bling 的衣服好美哦，这个我把它称之为 bling bling 大厅。1989年春夏的这件夹克好重工，好喜欢。真的，上面全部都是水钻，对啊，还有珍珠，而且它还有那种大钻，大的水钻。我之前就是像他们这样在这听，但是我也没记住。我想记住，我当时很会，我当时就是那些 presentation 老师都觉得我说的特好，但我现在就是有点忘了。你会像那个小孩一样举手回答问题？我会，我是那种举手回答就是好学生那种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之前在乌菲奇美术馆佛罗伦萨的那个，也看过一个时尚的展，就它是以动物为灵感的衣服一起展出，老佛爷的 Chanel 啊，就各种大牌，很惊艳，因为很多都是那种高定或者像这种 archive， 然后全部都是以动物为灵感。然后那个展览也是我碰巧当天去乌菲奇，然后碰上的。我在意大利好处就是有很多这种时尚啊、艺术类的展览，或者是什么像家居设计周，就有很多这种活动，真的是很有意思。我们刚才逛完出来了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展它还挺值得去看的，而且它到好像是26年1月才结束，所以我真的推荐大家，如果这段时间来米兰的话，都可以去看一下阿玛尼的这个展。它跟美术馆是共用门票，所以相当于又能看到本来就有的那些画，还可以看到阿玛尼这些年的衣服。布雷拉的这个院子也是我在米兰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庭院，很有米兰的氛围。突然想到阿玛尼先生过世之后的那场秀，就办在这儿啊，对啊。那时候他放了很多蜡烛，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悲伤，但是又很美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 look， 我觉得我今天穿的还跟这个展的氛围蛮搭的。我穿了 The Row 的这一件羊绒毛衣，配了阿拉亚的白色的那个伞裙，还是爱马仕的这个挂表，然后 Chanel 的方胖子，穿的是一双麂皮的靴子，因为今天还蛮冷的，是爱马仕的那个 Jumping Boot， 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的。分享一下我今天的 look， 我今天穿的这一整套都是我朋友的牌子，叫做 Kotehi， 黑色的短版外套，棕色是今年流行的颜色嘛。今天的穿搭也有很多棕色的细节，背的呢还是 Totime 的这一个大包包。
好了，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 vlog。这周末就要去，先不说去哪儿吧，我们这周末就要去我的生日旅行了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一周的旅行 vlog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